休斯顿，美国德州第一大城啊，也是美国的第4大城。同时呢，它也是从台湾出发呢最远航程的城市哦。有别于德州牛仔的印象呢，休斯顿给人一种繁华大都会、美丽天际线的感觉。而在这座城市呢，最知名的景点呢，就是那一座 NASA 的詹森太空中心啦，以及其最知名的那个阿波罗计划的历史啊。时至今日呢，这个詹森太空中心啊，转身一变呢，成为一座大型的航太博物馆。这呢，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旅行目的啦。大家好，我是 Migo， 欢迎回到 Migo 的自由指南。要前往呢，位于休斯顿南边的太空中心博物馆呢，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开车前往啦。台湾的护照呢，可以申请国际驾照1本，直接上路哦。虽然呢，经常听说美国开车很快啊，或者是违规呢，可能会被警察拦查。不过呢，其实实际上路之后呢，并没有觉得特别的困难，反而来说呢，在休斯顿呢上路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哦，并且呢，实际上呢 ，Google Map 也非常的实用，环状的公路呢也非常的方便。接着我们回到太空中心的部分，要进入太空中心博物馆的门票呢，基本上是从29.95美元呢到199美元不等哦，总共有4种套票可以选择。第一种呢是一般的门票，它是不含任何的预约行程，这种套票呢依照年龄与人头计价哦。那么第二种呢，则是包含了这个任务控制中心导览的套票哦。那在这座套票里面呢，我们可以预约指定的时段。然后呢，在这个时间呢，前往任务控制中心导览。一般来说呢，我比较推荐大家买这一组套票哦。那么在最后呢，则是这个 VIP 导览跟这个与太空人呢一起吃早餐的行程哦。这2组套票呢是最贵的呢，但是呢也是很抢手的哦。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要及早预约哦。那么回到套票本身呢，之所以我们比较推荐这个任务控制之旅的这个套票呢，其实是因为除了博物馆本身的室内静态展览以外呢，总共有3种称为电车之旅的外部展览，分别呢是这个修道院火箭公园之旅啊，还有太空人训练设施参观，以及这个历史性的任务控制之旅啊。走完3大行程呢，加上静态导览呢，大约需要5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其中呢，以这个任务控制之旅呢是最推荐的额外行程哦。在这边呢，推荐一个行程安排的方式，就是呢购买这个套票，然后呢预约下午的任务控制之旅，然后呢当日到柜台去预约中午的太空人训练设施参观，最后呢则是直接去排这个上午的修道院火箭公园之旅哦。因为呢，一到中午之后呢，人潮开始涌入博物馆呢，不能够预约时间的修道院火箭公园之旅呢，就会开始排很长的队伍，并且呢，这个队伍呢都是在室外去做排队的哦。所以按照顺序呢，从右往左呢是最顺的参观方式哦。最后呢，则是插空隙的时间呢，去完成其他的室内导览的行程哦。接着呢，我们将按照我们推荐的顺序啊，与大家一起进入 NASA 休斯顿太空中心博物馆喽。首先呢是这个火箭公园之旅啊，而这里呢的重头戏便是位于室内展间展出的一具完整的农神5号火箭哦，其火箭的长度呢就超过了整整是100公尺。接着呢，我们回到博物馆呢，等待这个太空人训练设施参观时间的过程中呢，我们呢可以趁这个时间先去看 SpaceX 的这个猎鹰9号火箭哦。那么比邻猎鹰9号火箭旁边的是呢太空梭运输机，这架太空梭运输机呢改造自747-100型的波音客机哦。
本身呢，运输机以及上面的太空梭呢，都是可以入内参观的博物馆哦。那么我建议呢，也是趁早来这边参观哦，因为呢，下午开始一样是人潮爆满哦。接着呢，我们要去太空人训练设施参观哦。实际上呢，这边展示的各种太空舱大多是与这个 ISS 有关的训练设施哦。整个行程呢，都将以这个英文讲解导览哦。接着呢，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空档的时段哦，回到这个博物馆呢，继续参观室内的行程哦。最后呢，行程只是来到我最推荐的任务控制之旅哦。这个行程呢，忠实的还原了阿波罗计划当时登月的状况哦。整个场景呢，不论是在这个声音上呢，还有图表上跟桌上的所有摆设呢，都忠实的还原了当时的情况。Flight center right on, real good. Roger. 2,000 feet, into the egg, 47 degrees. Roger. Okay, keep me in 47 degrees. How's our margin looking, Bob? Those are still how much of them big eggs? Looks good. Roger. So let's sign up these eggs. Roger. 1,400 feet, still looking very good. You have it. We have another 1202 on. Roger, no sweat. 最后呢，离开前呢，不要忘记到这个纪念品购物店哦，去购买一些纪念品哦。并且呢，在离开之前呢，记得要到柜台缴停车费哦。离开博物馆之后呢，我又在附近找到了一家烤肉餐厅哦，叫做 Ruby's Barbecue。那么这间餐厅呢，菜单上面是以1/2磅哦为一个分量哦，其中呢，我特别推荐这个牛胸肉哦。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 MiGo 的 NASA 圆梦之旅啦。这一次呢稍微改变了一下剪辑的节奏，感觉上来说呢应该是不错的。这部影片呢最后如果有帮助到你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哦。下一集呢我们就要离开德州前往纽约啦，我们下次见，拜拜。